近段时间，关于中国歼20或许会实现超大量产生产可能性的话题，让众多专家或者军事人士十分关心，甚至纷纷进行分析琢磨：中国歼20真的会实现超大量产吗？美国为什么会做出采购1700架 F-35战斗机的决定？歼20作为中国首款5代机，同时也是世界4架5代机的其中之一，不仅让中国成功实现了在军备力量上占据前沿，更是让歼20从此一缕风云之中。根据国家利益网站报道，美国未来应对中国即将批量到来的歼20，决定采购超过1700架 F-35战斗机，甚至对于中国即将到来的轰20，美国很有可能会安排上180架 B-21轰炸机。不过由于轰20并没有正式露面，甚至没有服役的消息，所以还是先关注歼20。首先，中国歼20真的会实现超大量产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前几天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就对中国即将大量生产歼20野生战斗机和轰20野生轰炸机表示了担忧，甚至还披露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表示，美国会采购1700架 F-35和超过100架 B-21轰炸机的消息，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并且还提到，在轰炸机上，美国很可能会采购180架。从这一点上来说，似乎中国会量产歼20和轰20已经板上钉钉。这并不是唯一看好中国歼20批量生产的媒体，很多外国专家对于中国歼20实现大量生产其实都是很看好的。毕竟从价格上来说，歼20每架单价差不多1亿美元左右，比起美国 F-2战斗机2亿到2.2亿美元的价格来说，一架 F-2等于2架歼20。而且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起来，并不会很难负担歼20的开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发动机技术依然是歼20继续克服的一个难点，毕竟发动机是一个战斗机的心脏，同时也是战斗机实力提升的一大关键。不过，从前段时间的消息来看，中国在航空发动机上好消息那是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一来，解决了歼20的心脏问题，加上造价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或许就是歼20一直被频频猜测加大量产的原因。不过量产这东西确实说不好的，毕竟有需求才有动力，以目前的国际社会形势来看，起码大战难起，所以在数量上就不一定需要那么多。其次，这样一来，美国做出采购1700架 F-35战斗机的决定，是否会逼中国投入大量精力生产歼20呢？说实话，这个数据其实有一点夸张，毕竟从 F-35的单价来说，每架差不多8000万美元，如果加上升级版，其实不止这个价。就算 F-35每年量产可以达到180架，光靠美军自己也是很难吃下的。毕竟美国就算是军费最多的国家，依照他们的开支，这个问题能不能成型，真的很值得怀疑。所以这其实很难让中国做出不理智的选择。不过由于这则消息是美国一位挺有知名度的军事专家所讲，中国以2017年到2019年中间歼20实现翻倍增长的速度来看，就这样的量产也是完全可以应付美国这真真假假的消息。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基础上，让中国歼20再一次提升产量还是比较难的。中国也不会这样不理智，每年产出了15到20架歼20的可能性更大，除非哪一天歼20准备出口。印度5代机计划将何去何从？歼20换装新发，印专家为何追悔？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期，中国歼20换装新发动机的照片已被证实。这款威名赫赫的中国解放军5代机，自2016年交付中国空军以来，到2018年正式服役，乃至于换上最新发动机的改良版本，它的服役生涯已经在中国解放军的队伍中越飞越好。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产品从民生日用到军武战备，其中的汗水与脑力的结晶似乎都不被他们看重。哪怕是昔日的老大哥，今日的俄罗斯，也时常有自己的技术遗产被中国窥探的这种感叹。而西方则更是像守什么似的，守着自己的一点技术成果，结果怎么样呢？最后我们还不是无论有无前人经验，都摸索出最适合我们的，最好能超越先行者们的技术与产品。这样一来，不仅俄罗斯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成就，而且西方也从冷嘲热讽中话锋一转，变得惊疑不定起来。毕竟以现在的共识来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即使是与科技大国美国相比，中国的新型武器战机也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美国做什么都要提一嘴中国，而且他还十分热衷于将中美军事力量部署进行对比，几乎是刻意地营造出一种难以相容的
紧张气氛。而现在，最新的战斗机已经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6代，美国也正在摸索，与我们的起跑线即使不能说同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反观亚洲另一个大型国家，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印度空军别说6代机了，5代机都够呛。其实就在今年，原本印军是有望收获其中包含自己的一点投入的俄制5代机，也就是苏57的。然而，美国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是不想让这么好忽悠的亚洲伙伴入股俄军5代机，还是不想让俄军的5代机之路过于顺畅，就把对自食其力还有着那么一点不确信的印度给忽悠的确信了起来。最后，印度就准备自己一个国就着手5代机开发了，原定投给俄苏57的钱也就随风飘散了。印军的5代机计划，也就是 AMCA， 退一万步来说，这个计划在多年以后被印军实现了。不管以何种方式，以印军目前的建造水平，最快的交付时间也预估到2035年了。要想杠歼20，至少再等15年。可是印度人眼中自己发展路上的大老虎中国，都已经给5代机安上最新发动机了，想必不日就能展现歼20真正的威力。届时整片天空都将为我们留下充足的地盘。看到这里，印专家也堪堪悔过未来，表示追悔莫及。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单方面撕毁与俄罗斯的5代机合作？现在苏57确实有了买家，就是俄罗斯空军自己。印军这就错过了今年的苏57，令印专家坦言犯了大错。那挑事的美国是否能够帮助印军实现5代机梦想呢？退一万步来说，美国答应了 F-35A 想要交付给印度，那也是5年后的事了。而且说到造价，美国军火可是从来不便宜，也不知道年度军费6000亿的印军准备买几架 F-35A 才够用。为何俄罗斯告诫美国要在他们的近月空间站上加入中国标准？关键时刻，中俄能拯救美国人？这个时候，美国人肯向中国人低头吗？敬请关注本节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家宇航局局长罗戈金督促美国宇航局做出技术改进，指出一旦美国人发生不测，除了俄罗斯和中国，没有人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拯救美国人。为何罗戈金要如此督促美国人？这其中有什么玄机？美国人的2017年宣布的大计划，俄罗斯只给出了暧昧的态度。2017年9月，在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即将寿终正寝之际，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17年国际宇航大会上，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大计划，就是建设近月空间站，力邀俄罗斯、印度等国加入。按照美国人的宣称，这项计划2019年启动，第一个空间站舱室将在2024年到2026年建设好，命名为深空通道。同以往美俄的空间计划合作一样，美国人出钱出力，俄罗斯打酱油，可以适当的出一些技术。在2017年，俄罗斯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但是随着美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美国人威胁对俄罗斯的太空计划进行制裁，并决定不再采购俄罗斯 RD-180 火箭发动机及后续型号，让美俄在近月空间站的合作蒙上了阴影。当然，2017年国际宇航大会是美国人主导，中国被排除在外。同样，美国的近月空间站也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身影。为何要组建近月空间站？国际空间站2023年使用寿命到期，按照当前美国太空计划，届时太空中只有中国的神舟空间站，这是让美国人无法忍受的。太空中怎么可以没有美国人？当然，这只是美国建设近月空间站的原因之一。从人类探索太空的发展来看，建设近月空间站是载人航天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美国人有，中国也有自己的建设月轨空间站和月球基地的计划。近月空间站是月轨空间站，也是建立月球基地的必经之路。这一次嫦娥5号登月之所以让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太空技术大国特别关注，是因为中国使用了一项他们此前从未使用过的技术——月轨交会对接技术。这是建立月球轨道空间站的必备技术。至少目前来看，中国验证了这项技术切实可行。毫无疑问，月轨空间站和月球基地将会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太空以及登陆火星提供一个新的方案。为何罗戈金要如此督促美国人做出技术改进？这一次，俄罗斯国家宇航局局长罗戈金同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沟通中，俄罗斯人特别提到了美国在筹划的近月空间站的技术规范问题，督促美国人建造的节点舱要加入能够对接俄罗斯和中国太空飞船的技术。罗戈金告诫吉姆·布里登斯廷，能够建造对接俄罗斯和中国太空飞船对接的节点舱，可以方便在必要时俄罗斯和中国的飞船对接美国的近月空间站，接上美国人返
回地球。罗戈金强调，除了俄罗斯、中国，现在地球上没有人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拯救美国近月空间站宇航工作人员。之所以罗戈金对吉姆·布里登斯廷提出这样的告诫，是因为美国宇航局在2020年10月表示，他们的近月空间站正在设计，已经在致力于制定气闸舱的结构标准。不过，美国人当时宣布，近月空间站的美国标准将会兼容俄罗斯的载人飞船的对接，但不包括中国。但罗戈金觉得，仅兼容俄罗斯的飞船标准是不够的，并提醒美国人别忘了还得兼容中国飞船标准。俄罗斯已经退出了同美国在近月空间站的合作，尽管在2017年，俄罗斯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并在合作协议上签署，但是美国在后续同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人在合作中的地位。就比如说这次，即使在近月空间站气闸舱的标准上，虽然美国人保留了俄罗斯的标准，但俄罗斯却需要高调地向美国人喊话，表达自己的意见，显示俄罗斯只是被美国人贴在项目上的一块牌子，除了展示下存在，毫无作用可言。这让俄罗斯人非常不满。实际上，早些时候，罗戈金就表示，俄罗斯不会参与到美国的近月空间站项目中，因为美国人分配给俄罗斯的蛋糕不够大。这一次，罗戈金喊话美国宇航局有几层含义，向美国人提出他们在近月空间站上加入中国飞船的技术标准。很明显，这是美国人无法接受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人一直执行对中国航天航空技术的绝对禁运政策，中国人已经摸索出自己独树一帜的技术路径，且中国有自己的月轨空间站和月球基地项目计划。这个时候，美国人肯向中国人低头吗？俄罗斯人说话还是蛮刻薄的，说除了俄罗斯和中国，没有人能在关键时刻拯救美国人。实际上，在太空探索中，中美俄如果能够实现气闸舱相互对接，对三方都是好事情，对人类探索未知领域都是好事情。大家可以在太空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只不过当前美国人一直在偏执的路上狂奔而已。当然，俄罗斯人喊话美国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俄罗斯可以选择同中国合作。俄罗斯人也明白，今天的中国太空技术同2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俄罗斯需要拿出自己的诚意了。